别人爱不爱你不重要，甚至父母爱不爱你也不重要，丈夫爱不爱你不重要，妻子爱不爱你不重要，连你的孩子爱不爱你其实也不重要。这听起来很冷酷，甚至有些刺耳，但请你深吸一口气，听我说完这句实话。如果你渴望这些，如果你把你心灵安宁的锚点抛在这些外在的关注上，你就已经被困住了。人生在世，一念放下是天堂，一念执着便是地狱。你在乎什么，什么就会控制你。你在意谁的眼光，谁就能轻而易举地折磨你。我们之所以活得太累，像背负着千斤重担在泥沼中前行，就是因为我们总是试图活在别人的剧本里。我们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我们总是拿自己的尊严去交换那一点点可怜的认可。我们之所以永远感到匮乏，缺少安全感，是因为我们像一个乞丐一样，向全世界乞讨爱，却唯独忘记了爱自己。人这一生最大的困局，往往不是外界给予的风霜雪雨，而是你自己亲手铸造，并且心甘情愿钻进去的牢笼。你以为你在追求幸福，其实你在通过不断的自我阉割，来换取一张名为被喜欢的入场券。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栋写字楼里，也许就在你隔壁的办公室。故事的主角叫阿静，他在一家中型企业的行政部做后勤主管。这是一份需要极度细心，却往往被人视作理所当然的工作。阿静是那种典型的好人，说话轻声细语，走路都怕踩痛了地板。每天早上，他是第一个到公司的，为了赶在所有人之前把咖啡机调试好，把会议室的椅子摆得整整齐齐，连桌上的矿泉水瓶都要标签朝向一致。在这个季度最重要的年度汇报会议前，阿静连续加班了3个晚上。他反复确认 PPT 的投影效果，甚至细心地调查了每位高管的饮食偏好，为那个挑剔的副总准备了温热的无糖黑豆浆。他做这一切的时候，内心隐隐有一种期待，这次他们一定会看到我的用心吧，哪怕是一句辛苦了，哪怕是一个肯定的眼神。他觉得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完美，就能换来这个集体对他的接纳和喜爱。会议当天，一切按部就班。然而，就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，那位副总因为业绩数据不理想而大发雷霆，随手一挥，打翻了阿静精心准备的那杯黑豆浆，褐色的液体泼洒在白色的地毯上，显得格外刺眼。副总皱着眉头，冲着角落里的阿静喊了一句：“怎么回事？杯子为什么要放这么靠手边？赶紧收拾一下。”那一刻，阿静没有辩解，她立刻拿着抹布跪在地上擦拭。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有人冷眼旁观，有人窃窃私语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说一句话，更没有人记得她为了这场会议熬红的双眼。当她低下头擦拭地毯的那一瞬间，她感觉自己擦掉的不是豆浆，而是自己的尊严。那天晚上回到家，阿静崩溃了。她不是因为工作累而哭，也不是因为被骂而哭，她是因为一种巨大的空洞的幻灭感而哭。她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地讨好全世界，世界却依然对我这么刻薄？阿静的痛苦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副总的无理，而是源于她内心那个根深蒂固的等式：我的付出等于别人的爱。当这个等式不成立时，她的整个世界就崩塌了。她把自己的价值感完全寄托在了别人的反馈上，这就好比她把一把锋利的匕首递到了别人手里，然后跪下来祈求对方不要刺伤自己。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缩影吗？我们都在做着阿静，我也曾深深地陷入过这种泥潭。记得多年前，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我活得像个数据的奴隶。每发出一篇文章，我就开始变得焦躁不安。我每隔5分钟就要刷新一下后台，看看有多少人点赞，有多少人评论。如果看到一条赞美的评论，
我会开心得像个孩子，觉得这一天充满了阳光。但只要看到一条批评，哪怕是毫无道理的谩骂，我的心情就会瞬间跌入谷底，甚至开始自我攻击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那段时间，我的情绪完全被一群陌生人操控着。我明明是文章的作者，却活成了读者的傀儡。我为了迎合所谓的风口，去写我不相信的观点，为了讨好某一部分人群，去压抑自己真实的声音。我以为我在追求成功，其实我在给自己上刑。那种患得患失的折磨，就像是一条无形的锁链，累得我喘不过气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如果我连自己都不爱，那10000个人的点赞又有什么意义？那不过是一群路人在路过监狱时对囚犯发出的几声喧哗罢了。我们之所以活得如此卑微，是因为我们误解了爱的本质。我们把爱当成了一种交易品，一种需要通过表现良好、顺从听话才能赚取的奖赏。走出这个牢笼，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，只需要你承认一个事实：那些你苦苦追求的爱与认可，其实没那么重要。真的，试着对自己大声说出来，没那么重要。哪怕所有人都不爱你，你依然可以活下去。你的心脏在跳动，不是因为别人允许它跳动；你的肺在呼吸，不是因为别人批准你呼吸。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，不需要任何人的签字画押。我们总是被教导要懂事，要讨喜，却忘了教导自己要独立。当你不再把被爱当作活着的唯一目的，当你不再像个乞丐一样祈求关注，你会发现你突然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，也拥有了自由的权利。你可以对别人好，但那是因为你善良，而不是因为你需要交换什么。你可以付出，但那是因为你乐意，而不是因为你恐惧被抛弃。当那个总是被忽视的阿静终于明白这一点时，他会放下手中的抹布，挺直腰杆，走出那间压抑的会议室，去喝一杯只属于他自己的咖啡。当那个总是等待回复的你终于明白这一点时，你会把手机扔在一边，去读一本好书，去看一场日落，去拥抱真实的自己。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冷淡而惩罚你，相反，当你开始爱自己，当你开始尊重自己的感受，当你敢于对不舒服的关系说不，世界才会开始真正的尊重你，去爱，去生活，去像山河草木一样坦荡的存在。当你不再卑微的渴求回响，大地自然会在你脚下生根。放下执念的那一刻，你才真正属于你自己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